大家好哈，这里是 CLAC 投资理财频道。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2026年投资第一堂课，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过去我们的第一堂课都是标题是价值1亿元的投资讲座。那现在我们的学员超过1亿元的应该是很多了哈，所以如果还是用价值1亿元投资讲座，未免有点就是过时了，所以我就改成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希望过几年就会价值100亿元的投资讲座。那你如果认同这个标题的，你可以继续看下去。你觉得这个标题有点耸动，或者是你不值得拥有10亿元以上的资产，那你可以不用继续看下去了，因为你自己都认为你不可能富有，那你就不可能富有。所以富有是天赋，你只有认为你自己可以富有的人你才会富有。开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了。可能有些人对我未必了解。我们频道当然几千部影片。我是科技出身的那一直在宏基上班，那也在宏基美国的多媒体事业群工作。你们现在所有用的电脑的多媒体的系统，最基础的就是我的设计，Microsoft Multimedia One 的标准也是用我的设计。还有就是现在所有电脑的 Hibernate，就是说你关机马上立即开机，马上又可以恢复。像现在手机你打开你的 APP 都还在，你所有的那这个是我的专利Hibernate。那我是宏基事业群主管退休的，我退休的时间是2024年。那我教投资应该是教了22年了免费教投资。那我投资的经验也差不多有40年了。那我退休到现在22年、23年，我的资产是越用越多了所以我想我应该有资格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投资的底层逻辑。好，我是 James 了好，那我们往下看了免责声明，我们CLEC 是义务的教学，也是经验分享。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我也没有牌照，所以也不可能收费帮你管理钱。如果有人假借我名义用我们的头像，那召集群主或者是要跟你收钱，会跟你代抄，或者是把你拉到群里，那都是诈骗，一定要小心投资风险很大了，你可能会随时会有市场波动的大的损失。可是市场短期的波动不是风险长期你会有很好的回报。你长期的回报率低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大家都富有了，你还是一个穷者的话，你的资产不够多，你就会被变穷，又被变穷。好，那在我们这个影片，很多学员或者很多朋友对我们的频道已经很认识了。那我今天讲完之后，你如果有，或者是你认为在这个影片里面或第一堂课里面，你想要知道其他的，我们有很多章节了，今天是第一个章节。那你在第一个章节里面，你有想要知道更多的，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的讲义也会在 YouTube 的留言板的置顶也会有讲义，所以你可以自己下载。我们第一章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你是劳工还是资本家？
那劳工跟资本家的差别，劳工跟资本家的人生是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都是好好念书，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念个硕士班，最好是能够博士毕业。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能够找到好工作，搞到好工作要做什么？赚钱啊。那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去上班才能赚到钱，然后你还有一个另外赚钱的管道，就是你做资本家。那通常你资本还不够雄厚的时候，当然你要先做劳工。可是慢慢你开始做上班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可以节省，比如说台币1万，美金500，那你就可以开始投资。那你就劳工跟资本家就双管齐下。最后慢慢的，你资本家你的资产投资赚的钱，慢慢的比你劳工赚的钱多，那你就财富自由了。所以地主跟佃农有什么不一样？地主就是天天睡到自然醒嘛，那佃农跟佃农的小孩就是半夜3、4点就要起床啊，就要去田里面耕种。那佃农教育小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你要跟我去学种田，就好像现在的大家教育小孩子要好好念书，以后才有工作可以做。跟过去的佃农一样，就是你要跟着爸爸妈妈去田里种田，在冰冷的冰水下，那以后才有地主会请你来种田。那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认清楚，你不是一辈子注定就是佃农，你也不是一辈子就是注定做劳工。你应该学会做地主，学会做资本家。那过去的佃农应该是你所赚到的稻米，应该留一部分存下来，慢慢的累积资产，最后可以买一块地，可以自己耕种，那也可以帮地主耕种。慢慢你的地累积越来越多之后，你的资产越来越多之后，你就不需要帮地主耕种，你就会变地主了。你可以帮自己的田耕种，或者是你开始可以请别的佃农来帮你耕种。这个就是佃农变地主的一个逻辑跟一个观念，还有它的路径。一样的，你是劳工，你开始赚钱的第一份薪水，就要让薪水去做资本家，开始投资。还有在台湾的或新加坡的，应该都有。你只要有薪资收入，你就可以做信用贷款。你第一份薪水拿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银行做信贷。信贷的作用就是你先投资，先享受，那再慢慢付钱。那当然，有的人说，那我结余再分批买进，是不是一样？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你宁愿借个10年、7年的信贷，一次100万借来就给他投进去，你就100万可以成长7年就翻倍，5年就翻倍。那你如果慢慢投资，你可能到了7年，你可能还不到200万。可是你现在买借来的100万，可是到时候就有变成200万或250万，所以不一样的哈。所以资本家第一件事情要学会的就是借钱。那年轻人，你们就是上班的第一天，知道投资就要去借钱、借信贷来投资指数基金。当然，慢慢的你们会学会什么是指数基金，然后哪一个指数基金会让你富有。很多基金不是你买了 ETF 买了你就会富有，像你去买 VT 的话，你会变穷人哦。你买那个世界基金，你会变穷人哦。所以不要去买世界基金，不要乱买基金。基金不是随便买就会富有。因为人家变10亿、20亿，你才不到五千万，你当然是穷人了吼。
所以一定要小心，不是说长期投资就会富有，这重点还是要你能够选到好的标的。那我们在这个频道就会教你如何变成百亿富翁、万亿富翁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越早投资越好。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懂得当资本家，那你这个劳工跟一般的水牛哈，那打义工追舞哈，就是耕田的牛，有不一样吗？你耕到老，耕到死，你也没有财富啊，对不对？所以水牛会富有吗？不会啊，他可是每天都那么辛勤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做资本家，你就跟一般的牛就没了两样了哈。那为什么有的人是可以变资本家，有的还是劳工？这个就像《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一样，就是我爸爸就是劳工，所以我爸爸就是佃农。所以如果我承袭我父辈、我长辈所教给我的这种知识的话，那我永远就跳脱不了劳工跟佃农的命运。那我是资本家，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哦，富有是天赋，我做到我告知的责任，我要告诉你如何成为资本家。那你既然被告知了，你应该就要认真的学习做资本家，变富有快乐的人，因为富有是天赋，就好像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天赋人权，就是说投票权，还有你的自由权，还有你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有这个自由的话，那你就以为没有投票权是正常的，就好像古时候美国黑人不能投票，那如果没有人唤醒黑人的自觉，那黑人就以为世世代代就以为自己是没有投票权的，就好像美国以前都一直没有妇女是没有投票权的。那如果没有人唤醒妇女有投票权，那妇女以为自己没有投票权是自然的，是正常的，那是错的。所以一样的，很多人以为自己做劳工一辈子是正常的，那是不对的。富有这个事情才是正常的，那需要有人告知。所以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富有是天赋哦。好，劳工，什么是劳工？就是大半人都是寒窗苦读啊，20年、30年，终于进了劳工的集中营。申请到一个工作，非常的开心，全家族都恭喜你进了护国神山。你去看那个影片啊，护国神山苦不堪言呐！哦，早上闹钟响，痛苦的爬起床，这个老板的凶恶的眼神就在你眼前出现哦。在集中营里面的生活是痛苦的啦，我跟大家讲，除非你是做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所以我要跟大家年轻人讲，你要选择薪水高的还是有兴趣的工作。我衷心的建议你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工作，钱不是从劳力赚来的，钱要从投资赚来，钱要成为资本家赚来的，用劳工赚的钱是微乎其微啦。就算你是进了护国神山，你赚的钱也是劳力钱，也是微乎其微，在资本家面前那是芝麻绿豆大。所以你要做资本家，所以劳工一早上起来紧紧张张的赶上班，晚上就得去加班。
孩子就会进安亲班，朝九晚五，吃饭吃不好，睡不好，没钱花，还得缴一堆税，缴一堆贷款，买了一部豪车，买了一个豪宅，可是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年轻人不要买房子，房子是一个非常风险极高的资产。太多人买了房子，现在被裁员了，真的是非常紧张。你宁愿养孩子，也不要去养房子，懂吗？当你钱多到买房子跟买拖鞋一样，你要住什么豪宅，其实都有。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一生赌进房子里面，等到30年你缴完房贷，就剩下一间破房，你还剩什么？可是人家要买你这个房子轻而易举，而且人家才不要买你这老房子，人家去买新的，买豪宅，而且还不用自己的钱，去银行搬钱就有了。那你得死守的这破旧漏水的房子，所以不要买房子。劳工的家庭，你加班赚钱辛苦，为了这个家，可是你的家庭、你的子女关系、你的夫妻配偶关系、你的父母生活好吗？其实这种劳工家庭通常是一地鸡毛了，所以为什么会一地鸡毛？因为完全被钱绑住了，因为你很紧张，你做劳工赚的钱不够花，而且你还会很紧张，未来退休怎么办？而且很紧张，说我现在没买房子，以后可能就买不起了，所以会很紧张。那之后你的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大，对未来没有成就感，对未来没希望，你就很压力很大，生活上全家都很紧张，这就是造成全家一地鸡毛的元凶啊。所以，当你了解我们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之后，你对未来有希望，知道未来会非常有钱，你现在花点钱又何妨？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紧张，只要你不要去买房子就好。所以劳工在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其实到了工作30、40年后，其实也没有财富，也没存钱。最后，如果没搞到家破人亡，已经是劳工最佳的命运了。所以，等到30、40年工作完退休之后，寿命可能也剩不到10年，因为你过去的生活就是一种毒素。那你要过这样子生活吗？你要过30、40年有毒的生活吗？当然不要啊！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富有是天赋，你要听懂。我投资40几年，退休22年，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就更有钱。那这是什么方式？不会有人跟你讲，可是我愿意花20、30年免费教大家投资，你多少也听一下。所以你如果是劳工，这不是像一头水牛的一生吗？而且水牛有时候休耕的时候，一年也有2、3个月不用上班了。那你呢？你还得30、40年，每个礼拜7天，每天16小时的上班。水牛还有寒暑假，所以你这个劳工啊，连水牛都不如。所以不管你是在这个护国神山，还是护国群山，还是其他的 7-Eleven，或者是其他在高阶的工作，不管是律师、会计师，不管你是律师或什么师，都一样，都是劳工。
你就算做到总经理，假设你不会投资，你也是劳工。所以记得，99.999%的人都是劳工，不是说劳工不好，劳工是要能够服务人群，而不必为五斗米折腰才是劳工。那你如果不用五斗米折腰，不是，我讲错了，不为五斗米折腰才是资本家。你如果为了钱工作的，全部都是劳工，都是劳工。好，资本家的家庭跟传统的教育就是读书是一个兴趣，你要学乐器，你要学画画都可以。那只要你有兴趣，钱不是问题。读书看书是休闲。我们真正资本家的家庭教育、服务社会才是人生的目的。这是资本家最基本的观念。再来，资本家的生活就是早上睡到自然醒，找个健康的早餐，快乐的休闲，轻松的生活，这就是资本家。我20几年来退休就是这样过的，天天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你要吃什么？你可以不用做事，好好喝杯咖啡，好好跟配偶聊天，好好跟子女相处，好好陪爸爸妈妈吃饭，好好带家人出去旅游，这就是资本家。生活慢慢来，一天可以只做一件事。有时候我有2件事需要做，我就说啊，那今天就办几件就好了，因为留个一件事，明天再办就可以了。所以我很享受没有事可以做的时光，很好。所以可以陪陪配偶，喝喝咖啡，陪陪子女，谈谈子女的梦想，陪陪父母，聊聊天，谈谈他们过去的历史。所以，资本家的生命跟人生就是实现梦想，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这就是资本家生活的重心。好，资本家的工作就是服务了，不是为了钱，不会用劳力跟时间去换钱，就是资本家，因为钱实在会多到用不完，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你如果用劳力跟时间，你也赚不了多少钱。我这一辈子的财富，应该薪水那部分应该是零头而已了哈。就像巴菲特50岁以前，只有占他资产的1%，他99%的资产都是之后赚的。你只有不用劳力赚钱，无需花时间赚钱，才是真正富有的资本家哈。所以要告诉大家，富有是天赋，是资本主义给我们最佳的礼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就摆在眼前，公平、公正、公开，每个人都可以取得的礼物。可是大家都不懂。我们传统的酱缸文化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上大学，好好博士毕业，好好找个台积电，好好找个护国群山工作，好好工作领薪水过一辈子。哦，这个是不错，可是不是资本主义最佳解方案。富有是天赋，绝对不是去上班工作。你如果只是上班工作，你只赚得你这辈子的1%的资产，真正99%都是投资做资本家赚来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是已经设计好的制度。富有就是天赋，所以你只要学会，而且不用花脑筋，就这样做了就好了。这堂课我要告知如何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富有。
资本家就是可以自由生活，赎回自己的灵魂，完成人生的使命。钱只是完成使命的工具，所以资本家的钱是花不完。资本家在花钱不用考虑钱，带全家去玩，喜欢的饭店就给他订了，喜欢住几天就住几天，这就是资本家。钱只是完成使命的工具，方向正确，富有成功只是早晚的事。你方向错误，你努力错误，比如说你一直做劳工，你做死做活做到100岁，你也不可能富有。那这条路既然不可能富有，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做劳工呢？所以我们就是要教大家富有这一件事情，这个一辈子也没有人教你，这就是资本主义最大的陷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楚门世界，就是养了一群劳工。当初学校是从德国出来，从英国出来。那时候为什么有学校这件事情？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发达之后，工厂出来之后，流水线出来之后，资本主义资本家发现这个劳工怎么驯服这些劳工，所以就开办了学校，让他们能够准时上课、准时下课、准时吃饭。这样子的培养，最后进了工厂就会听命于工厂，准时上班、准时休息、准时吃饭、准时下班。慢慢的就得叫他加班，他就加班。那这个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劳工教育。资本家的一生的幸福、快乐、富足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资本家是要摆脱劳工思维，摆脱学校给你教育的思维。你进学校，你念大学，你念博士，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找好工作，而是为了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昨天听了尼采的这个书，其中讲一个，所有的学校、所有的专家都在象牙塔里面，完全没有在创造人类全体之生活。如何从你的知识研究能够创造全体人类之生活，这才是目的。像美国这些企业家，从 Steve Jobs、Elon Musk 这些创新者，其实他们学校给他们的教育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都有创新服务人群，把事情做好，解决人类的困难的使命。这才是除了资本家以外，人类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最大的意义。当初他们这些创新的人，绝对不是为了钱。Steve Jobs、Elon Musk、Bill Gates，他们觉得可以解决一些事情，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所以他们不是劳工，虽然他们不是资本家。可是他们做到了生活之目的，所以资本家可以让金钱自动努力工作。那资本家跟创业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资本家就是投资创业者，让创业者的梦想成真。所以，我们资本家甚至比所有的劳工贡献更大。因为如果没有资本家，没办法支持伊隆的电动车，没有资本家，Bill Gates 就拿不到资金，没有资本家，Steve Jobs 的 Apple 也做不成。所以，我们资本家是直接
用我们的真金白银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所以资本家是值得被尊敬的。虽然我们自己不用工作，可是我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创造人类全体之生活，这才是值得富有、自由资本家的人生，快乐工作，幸福生活。我们资本家是快乐投资，幸福生活。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做对世界最有贡献的资本家。我们用我们的真金白银促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一个值得的人生。富有是天赋，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富有，你会富有是有权利的，不需要求别人。你这一生一出生开始，你就应该要富有的。那你能不能富有，这要被告知。所以，我们这个频道就是要告知全天下的人，你是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富有的。我们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富有，我们要消灭贫穷。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很奇怪？我要告诉他，我要让你富有，他认为我们是诈骗，代表这些人对于富有这件事情有排斥的。能够在我们频道留下来的，真的是万千万分之一而已了。1000万个人，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能够接受，因为大部分人都被劳工教育愚弄，所以我们的频道是消除贫穷。富有就是天赋人权一样，你一出生就应该有人权，有言论自由。那你一出生就应该富有的，你可以富有的。你如果被告知你不能富有，那是你自己放弃这个权利。快乐是人权。我们除了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富有之外，你可以快乐的。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工作上，只要不快乐的事，你都可以拒绝。我们活在世界上，任何人事物跟关系，最终都要感觉到快乐，你才去做。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人事物跟关系，如果它不能让你快乐。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你能够为人类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了。但是如果你有1亿美金，你有10亿美金，你有30亿台币或100亿台币，你的人生目标会不会有不一样？还是会一样？我跟大家讲，假设你有30亿台币或300亿台币或3000亿台币，你的人生目标不会改变，那你就不值得富有了。我们的课程除了教大家拥有超越1亿元、10亿元的财富之外，我们也要教育大家，你的梦想是可以无限大。只有你的梦想无限大，你的财富才可能无限大。因为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除非你真的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常常讲，你梦有多大，你的财富就有多少。所以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整个系列，不管是现在的10亿元，或者未来的100亿元或1万亿元的讲座，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劳工的老鼠笼哈。一开一开始上班就卖命的工作，你会身体就有一堆病痛哦。帮老板赚钱，用生命去换钱，
你赚了钱，缴一堆税金给国家，你如果买房子还得缴房地产税。有的人还很笨的去买房子，有的人还很笨的去买保险。不要买保险，不要买保险，不要买保险哈！重要的是讲3遍，任何保险都不要买哦。什么储蓄险、年金，什么这个癌症险、长照险，什么险都不要。你有钱最保险，懂吗？你现在买了一堆保险就会变穷。我只有看到买一堆保险的穷人，我没有看到买一堆保险的富有的人。赚钱给银行，要去缴贷款、缴税金、买大房子、买大车子、买保险、享受物质，这些都会让你变穷。最后，你只能可怜的去乞讨老板给你加薪，这个都是一般劳工的老鼠笼。不愿意去上班，可是又得努力上班，因为要缴税，要缴贷款，要缴车贷啊，要买新车，要过更好的日子，买了一堆垃圾丢在仓库，啊，再去祈求公司给你加薪，接受更大的压力，最后身体一堆病，这就是劳工，劳工。你能不能很早的就退休，像我一样，什么事都不用做，资产就越来越多？你要学会这个套资本主义资本家的正常正确的道理。所以一般人都在这个循环里面永远绕不完，绕到最后就身体一堆病痛，退休剩下不到10年的寿命就人走了。这样的人生跟水牛差不多，可能不如水牛，不如一头牛。所以我们要跳脱这个老鼠笼，你要致富的钥匙。这里就是告诉你致富的钥匙。你当然一开始可能没有，不是富二代。那你如果是富二代，可能连工作都不用了。不工作是以不工作为荣，懂吗？不要以工作为荣。那你要超越老鼠笼的开始，你就得省钱或者存钱。那你有了钱，你才有办法投资。金钱能量的增长，金钱能量的增长跟精神能量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啦。所以，如果你没有上我们这堂课，你没有能量，你怎么可能赚钱？精神能量是我们这堂课要给你的。你有了这个精神能量，你才有办法持有多的金钱能量。不然的话，你没有精神能量，钱再多，你还是最后会失去了。这个就是中乐透的人最后会贫穷的原因。还有人虽然薪水很高，最后也是贫穷。还有很多师，不管是会计师、律师，什么师，虽然薪水很高，有些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虽然薪水很高，可是他们能量不足的时候，不知道做资本家，最后也是百病缠身、穷困潦倒，无法过一个人的生活，就只能跟动物一样生活。哦，所以我们人是要过一个值得的人生。OK，所以你精神能量要够多，你开始赚钱，你要提升精神能量，要学习。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的学习就是多看书了，多看书。那我所有的所讲出来的话，虽然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原汁原味，绝对你在外面任何书你都找不到。可是我这些内容的内化，这种涌现出来的知识，虽然不是书籍所写的，可是一定是我有很多输入的资料库之后产生出来的涌现的思维。一样跟 AI 一样，AI 就是喂了一堆知识之后，AI 会自己涌现出
不存在的东西。那这就是精神能量，所以建议大家多看书，多看书，心情平和，不受市场的干扰，你才能够投资成功。那你要过着简约的生活，我不是说你不要花钱，其实所谓简约生活，就像巴菲特一样，人家说巴菲特你这么省做什么？巴菲特说你告诉我，有需要什么，我现在就去买，我下午就去买。问题是，他没有觉得他需要啊。今天你如果觉得需要带全家去旅行，你就花钱带全家去旅行。你觉得你要买一个东西，那你就去买一个东西。那你如果没有什么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几乎生活，你买了一个东西，你要想想看，过几年之后，这个东西还会有用吗？其实我也发现，我买的东西很多东西用一用之后就没有用了。当初觉得很有用的，之后也没用了。就像很多人，我相信了，我是没有了。很多人，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自动制面包机很发达，所以很多人家里都会买那个自动面包制作的机器。一开始还会制作完给我吃，还会送给我们，然后慢慢的，半年后就没有人再做面包了。我不知道那个机器现在是放在仓库还是一样的。像我的话，我也是一样。我之前买了一个 espresso 的机器，当然也不是很贵啦，就是可以用。那现在我用手冲咖啡，我觉得手冲咖啡更好。结果我那 espresso 机器就被它 recycle 了，丢掉了。那之前我就买了一个 juicer，就是榨果汁机的，那也喝了3个月。后来发现榨果汁机对血糖不好，结果那台机器也就浪费，现在还摆在那边很占空间。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是需要，还有很多东西，我想一半以上的东西买了，最后都没有用。所以所谓的简约生活，不是说你很省，不是，是你要想一想，这个东西买了之后，半年之后会变什么样子？还有你想想看，你过去所买的东西，当初说很需要，结果现在不是躺在垃圾堆里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简约生活，不是叫你做一个节俭的、节省的人，不是，是。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好好去吃顿饭，好好去旅行，那个绝对不会后悔。可是你若买一个东西搬进家里，电器什么东西要在家里用，通常物质的东西最后都垃圾，只有精神的东西的花费不会不见。好好跟家里的人吃顿美食，花$200吃顿饭，那个都不会浪费，因为吃完就没了，不会有结余，不会有垃圾，不会说过一段时间食物坏了，不会。可是你若买一个很好的料理机，买一个什么咖啡机，买一个什么，过一段时间你又不想用了，又换一个方式，那种什么机什么机的，最后都没有用。那个就是你要决定。所以当你钱要花在旅游，花在全家的聚餐，花在这个用了之后可以保留出记忆跟美好回忆的，都值得去花。所以这个叫做提升精神能量。物质真的是你买个大电视，像我家买了个大电视，Sony 那时候最大的电视，现在也很少打开了。所以任何有形的物质，通常要考虑再三，能够不买就不要买。但是你要去旅游，去坐游轮，去吃美食，
带全家一起去喝个咖啡，带全家去旅行，这个钱绝对值得，因为过好几年大家都会记得什么时候去阿拉斯加的游轮，什么时候去欧洲旅行过，什么时候去西班牙，什么时候去葡萄牙，跟同学去，跟家里长辈去，跟小孩子去，小孩子都还记得什么时候去欧洲。可是所有的过去买的所有的机器都不见了。那这个大家都要了解，什么叫做提升精神能量？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消费？这个要分别。好，所以最后我们需要提升精神能量之后，将金钱能量转成精神能量，再从精神能量去投资，持有更多的金钱能量，这个就是一个资本家致富的循环，这个就是正的循环，而不是老鼠笼。哦，好，所以这两个，一个前面那个循环是老鼠笼，劳工的老鼠笼循环，这个循环是资本家的循环。所以懂富有与钱的意义，这个一定要懂。我们最终有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每年用个1亿，其实不为过，一点都不奢侈。只要你认为这花的值得，最好是能够花在精神上。我们最终人离开，钱只是继承者的遗产。对一个离开，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垃圾，无关紧要。所以，你就算有几百亿、几万亿，如果能够在有生之年把它花掉，其实是最棒的。最后，人在天堂，债在银行，这是最佳、最理想的状态。为何不是现在将垃圾换成亲情？为何不是将现在的垃圾换成你的人生精神能量？所以我们要用钱去换亲情，去提升精神能量，让家里的人过得更好，自己做很好的学习，这是金钱最大的意义，而不是一直累积资产。那以后我会教大家，你不用花自己任何一毛钱资产，你还是可以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借钱就是资本主义最高级的、最高段的金融操作。你如果不懂得借钱，你顶多就是有钱而已，你不可能变富豪的。就好像一个公司如果不向银行借钱，这个公司做不大是一样的。当然，你有了钱就是要花花花，就是要花。那像我现在过的日子，所有缴税、所有的这个生活费、旅游费、什么吃饭费、什么费、什么费，我刷卡完，我都是借钱去缴钱、缴卡费，我都借钱，我自己的资产一毛钱都不花。甚至我说我那个 Apple Card，苹果的信用卡，每个月给我退佣退300-400美金，我一样拿去投资，我这退佣的钱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最后我赚的钱我花的钱都不用钱。我讲过，我花100块钱，我拿到2块钱的退佣。100块钱我借钱花，最后我可能欠银行1500块，可是我2块钱40年后我可能可以有2000块、3000块，等于我花这100块根本是不用钱。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跟大家分享。所以钱就是要花，富有是天赋，我们是很高兴花钱的，因为钱是垃圾，我们要用钱来换取我们人生的精神能量的提升。我们需要健康，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关系，我们有致富的资产，所以钱是垃圾。那但是我们这一辈子不用去赚钱，钱自然就来，最后我们可以换得我们值得的人生。
好，这是我们的频道了。你可以看我们的00451，这是过去价值1元投资讲座。当然，像现在开始，我们会有2026年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那下一堂课我先预告一下，下一堂课我们就是要讲指数基金了。那这个指数基金，你可以看这个 APP 哈。我跟大家讲，我这是用 iPad iPad 的 APP，这个雅虎的 APP 好像在电脑没有，电脑的那个用网页不好用。那我用 iPad 的 APP，iPad 比较大了，用手机太小了。那这个 QQQ。哦，你看 QQQ，那 QQQ 从最早它出来的时候，最早是几年？1999年3月1号，那时候是50块、53块、53块，现在672块。那672除以53块，那涨12倍，开根号26年。有10%，这很标准，所以这个回报率很标准。所以大家要知道，虽然这个市场这样子波动，哦，市场非常波动，哦，市场非常波动。你看这个市场很危险啊，这样跌到85%，哦，这里又2008年次贷风暴又跌下去，可是这个风险很大，你可能从2000年一直到2015年才回本，所以这就是投资长期的风险，要有15年，你可能会15年都处于亏损状态，尤其如果在高点退休的人，你这个就有风险。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投资很简单不容易，有时候你会需要熬过这15年才能够回本。那你如果在这里退休，又没有像年轻人可以持续往下买进，你这个风险，所以要怎么样控制资产配置跟现金流，能够度过这个风险，尤其退休的朋友，这未来我们会教大家做好资产配置。所以下一堂课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这指数基金的回报率哈，指数基金的回报率。那先预告一下。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就先到这里了哈。那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们00451我们频道这个播放清单哦。我们频道播放清单有很多节目了哈。我们频道我看一下这个，你到 YouTube 里面哈，就是 YouTube 里面哦，那你可以搜寻谢尔一西投资理财频道。那这就是我们不要看上面，那是那个，那这我们频道，然后我们频道有播放清单，那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播放清单。那你可以看这个价值一元投资讲座，那也有短篇的哦，有短篇的，我看一下，有一个价值一元投资讲座，我把它拆成短篇的。嗯，哦，在这里面呢、这里面有全部的，这里有所有的哦，有所有的。
今天的讲课先开，这有所有的了哈，你们可以进去看。好，那今天的讲义会在这个 YouTube 的连接哈，有留言区有连接，我就会放上去。那在各平台大家可以订阅、按赞、留言，还有你可以留下你最想知道的，在我们这一堂课里面你最想知道的事情。还有前面这个资本家与劳工，你有想要分享的事情，你也可以写下来。那我以后可以把你们的资讯或者你们想知道的加到我们的课堂未来上课的内容。那你如果对投资或者任何事情有问题，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这两个 email 都是可以找到我、联络到我，也是我个人会看的 email 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第一堂课价值10亿元的投资讲座的第一章节，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吼。好，那下礼拜我想同一时间，我们现在应该是预估台湾礼拜三早上，美国礼拜二下午会发布价值10亿元投资讲座的课程。OK，好，那下礼拜见。那每个礼拜六我们还是 Clubhouse 还是会继续举行哈，那个就现场的对话跟直播。OK，好，拜拜。